那些别发的那一道红字的光，自会将时光的执着样。色对自己难这字里面动情，下和弦乐再会是相好。夜深了，月光也换了颜色，有个迷幻更鲜艳炫目的赤裸，我也将闭上对肩的颜色逃离这个现实的线，在十分的散落，像你心在通往大人的公路，粉红的老宝库，我尽力装星空，守护夜的影子手掌进了另一个我。那些别发的那一道红字的光，自会将时光的执着样。色对自己难这字里面动情，像一月在不闪的小后，那摇摇摇摆，好模样霓虹月亮，永远不变，在那泡沫的时代变得变快，该我尽可爱的旋转旋转的脸，就没有人造的梦幻。今夜是何去何从的美梦，这个让人迷恋的迷蒙时空的节奏，还不想回到日常的不动，散场的喧嚣是寂寞孤独星河夜风，像你心在通往大人的公路，粉红的老宝库，我尽力装星空，守护夜的影子手掌进了另一个我。Tape stop, tape stop, tape stop the night. Tape stop, tape. Tape stop, tape stop, tape stop the night. Tape stop, tape. 那些别发的那一道红字的光，自会将时光的执着样。色对自己难这字里面动情，下和弦乐再会是相好。那些别发的那一道红字的光，自会将时光的执着样。色对自己难这字里面动情，下和弦乐再会是相好。像宝宝天气晴，又是恼人的星期一。写信写下等不及，守株待兔的游戏，每天都想这样天下太平，怎么意外和你相遇？只好搬来乌云，忘记带伞装进你怀里。如果你只是愿意，喜欢发现个性飘忽不定，偶尔小脾气歪脑筋多机灵，只想要吸引你注意。365种造型，我都会100%在意。David or sweet， 哪一种才更让你着迷？就是想见你，就是想见你，我的心，Doki Doki， 一点点熟悉，一点点靠近，用魔力俘获你的心，在一起和你在一起，这心情不言而喻，想要每一期都是热恋期，现在只需要你一个简单肯定。自己决定难，喜欢是不是新鲜感？
不要着急，等等看，期待已经成习惯。人们说魔女的魅力百变，都赞叹来不及艳羡。站在镜子面前，我却要重新面对每天。有得必有失的道理，或许刀枪不入的哪里，代价就比得维纳斯再有多么努力也力不从心。365种爱意，我却不能100%分清，哪一种才能代表我真心？就是想见你，就是想见你，我的心doki doki，一点点怀疑，一点点质疑，就足以将一切都前功尽弃。在一起，和你在一起，还必须多少勇气？想要每一天都甜甜蜜蜜，更想要你爱上我本来的自己。喜欢你就是喜欢你，我的心doki doki，想要每一天都是热恋期，这一定没什么问题。在一起，和你在一起，爱是专属于你的魔力，这心借给我多一些信息，相信我一定能攻克这道魔法题。是那样我恰当的，幻想中能分之间生的，看足球你也不会在意吗？梦想是飞向天空，梦境也在彼岸星火，人要交出本质什么，在玩闹中不停触摸，把烦恼当作点点一勾，咕噜咕噜，梦中准备好的衣袖，多放着咖啡糖。晚上好呀。我稍微改一会儿，看看能不能等到其他宝宝来吧。晚上好呀。那我们就开始讲第一个喽。看一下声音应该是对的。好，第一位宝宝呢是画的非常的精致，然后可以看到问题主要在这个下半身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的姿势的话，看起来就是腰好像就不是这样做的嘛。这种比较难的动作，我们最好还是先找一个参考。这是缩了一下腰，然后这只腿往内收的情况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可以看到，最开始的时候是两只脚都是垂直的。稍等。两只脚都是垂直的，然后后面的这个箱子它不是很明显。第一眼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的，然后感觉
呃，可能要思考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，然后把这个脚收回来之后的话，看起来就会平衡性要好一些。然后的话，还有一个是，把另一只腿往内收的，这个胯没有改好哈。往内收了之后的话，这个箱子的它的一个转折点就可以画出来了。这样的话看起来，就是和后面结合的会好一些。这里我们还是就用这个吧，这个应该和最开始那个姿势要一样一些。这里我是把后面涂黑，让这个箱子的存在感更强一些。然后是稍微改了一下手和这个下边这些。最开始的这个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是液化错了嘛？应该是液化错了吧？这个手肘的话，手肘这个凸起应该在差不多这个地方。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手臂拿来看一下，凸起的地方是在下面一点的。然后膝盖的话也是，我们还是粗细要那个统一一点，这个有点弯得太进去了。然后上面这里的话是把阴影这些给它往内收了一下，往内收了之后的话，看起来就也没有这里特别的弯出去了。这里是卡了一下闭塞。好，手臂也是稍微这样弄了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小物环节。小物环节的话，就是我自己比较主观的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身上有一些什么。首先这里好像有一个水环，有小鸭子，有水波纹，然后有一些拍立得，然后有小箱子。首先这个线的话，我推荐就这种很长的线，我推荐是和身体有一点点互动。比如说，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线是完全往下的，其实我们可以就是弹在身上，让这些稍微有一点点细节。这个就直接往下的话，可能就比如说我们的头发再往两边，然后这根线又在往下，我们可能不知道看哪儿，对吧？我们要就把那个视觉给它统一一些，然后我们再来看可以加什么装饰。首先这个有点像那个小游泳圈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给它加一点点小花纹、小贴纸。看一下可以弄一个什么。首先我们有水波纹，有小鸭子，或者它的里面也是可以装东西的。这里我就随便画一丢丢。好，这样的话，它这里看起来就不那么单调了。然后是相机，相机的配饰的话，一般是那个相机包嘛，或者说它的一个镜头盖好像也有小装饰吧。然后是它的链子，这个像素好低，这个改完的。
然后是一个，这里有个信封，信封我们知道就是它有那个小印章，或者说它的里面是有那个信纸的啊，也可以贴邮票是吧？这个的话，按照这个思路，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一些这个这种东西的话，我们最后加也是可以的。最后的时候给它直接随便勾一个线，然后填充。邮票是贴这里的吗？好像邮票好像是贴信纸上还是外面，我忘了。这也太古老了。然后它的里面是可以伸出信纸的，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文档里说的，把元素动起来啊。如果它有一个纸冒出来，然后有一点飞走的感觉，也是一个动起来的。这里我看一下画在哪儿比较好。这个关的有点死，我们好像不太好给它弄。我们还是给它画那个小花纹吧。我们的这里有一点那个分不开耶，这里这个。但我刚才改了一下，感觉改的不是很好。哦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它上边和下边的颜色有一点联系，我们可以在这种地方给它渐变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相机，相机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装饰？我先看一下原图的吧。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相机包吗？哦，这个应该是个包包，这里是那个盖子吧？包包的话，一般看一下，一般包包的话，可以给它画别的一些小口袋，可以装别的东西。一个是小口袋，还有一个是给它做那个果冻包，给它做那个果冻包。我们可以把它画成有一丢丢透明的果冻包，这样的话，它不仅就是可以装相机，它还可以，就装一些其他的小东西。啊，当然有可能这个不太好画，是吗？可能有点不太好画。一般来说，感觉你的那个包包有一点空的话，有点普通。一般来说就是加什么那个翻盖，加小口袋，然后是一个这个就是找一些地方给它换成果冻包，比如说有一些它的上边这里是一个果冻包嘛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放明信片来着，或者一些花花，是加果冻包。
哦哦，没画包，好的，是军粮、简洁和运动方向这样的。它如果不是包的话，一般就是上边有那个，比如说它的品牌的那个文字之类的，品牌的那个小图标，可以找一些地方加一下，比如说这种地方。运动的话，感觉他们的那个文字和条纹还是比较的那个什么有代表性的。军粮的话，那感觉这个好像合适吗？会不会太萌了？然后是这个袋子，袋子的话还好啦，我感觉皮带一般就是给它画这个它的皮扣嘛，然后它可能这边有一个冒出来的那个袋子的尾巴，一般就是拿这个去给它加细节，还是皮带孔。然后链子的话，上面已经加过了，这里就不加了。这里这看着有点像一个小票根，剪辑的话，感觉现在就挺好的了。然后就是一些阴影可能要注意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可能就是稍微给它把颜色给细化一下。主要还是动作可能有点问题，其他挺好的。那这位宝宝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就下一个喽。OK 的，也是非常的萌。那么就下一位宝宝，这个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有这个膝盖最开始的时候画的有一点向下了。我们可以看这只腿，它其实没有特别的弯得太上去，我们可能对过来，它把这个腿放下来，可能就到这里，然后是把这个膝盖移了一下。其他的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感觉挺萌的。可以优化的话，就是这种画风也是可以给它卡一丢丢闭塞的。这种画怎么去卡？我们直接试一个色哈，这种可以往饱和度高的地方走，因为它本身这个阴影不是特别黑的，我们直接用那种高饱和的颜色去给它卡，然后也可以调一下下色相，可以稍微的卡一下。这些是我已经卡了一丢丢了，没有卡的特别的深，可以看到我弄得明显一点。这样的话细节会多一丢丢。
我再看一下，其他的大概就是我个人觉得，变发的这里可以拿深色去给它描一下下，描它的那个小边缘就行了，这样这里会稍微的清楚一些。然后鬓发的话，这里也可以就是加一撮在脸上，加一撮戳在这里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这边看起来东西是要多一些的。可以看到没有加的时候，感觉这里很空。然后再来看一下小物。哦，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，这个地方如果要加阴影的话，这里的阴影就有点小了。我们这个人可能有这么大一块，它投射下来，可能这些都已经被遮住了。好，这里可能就是如果要画阴影那个方法的话，可以就是多画一点，画到这儿，或者也可以把它全涂了，全涂了也是一个方法。这样的话，它看起来是在人的一个很背后的。现在的话，我建议是，如果是这种颜色的话，这里可以我试一下不画阴影，好像还是画一点比较好。这个可以给它就是稍微的画出来一些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比较靠后的那个围巾的话，它的阴影都是比较的大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小物吧。哦，发现了，这里还改了一个地方，这个是把他的手指，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小手指肚，我给它稍微的放宽了一些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手看起来会更有宽度。现在的话，看起来我们的手好像比较的有一丢丢，那个叫什么？有一丢丢薄，这是稍微画了一下下。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需要啊，就是多画的那个多画的点，我会就稍微那个延伸一下。还有一个是牛角包，这个的话，我们还是用就是这个牛角包的边上有什么呢？它可能有那个包装纸。可能或者说可能有个盒子，我们可以把它就是装饰一下。想一下，有那种捏着的那种包装，然后还有就是这节课最开始说的那个透明袋子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就只展示一下，它可以改成什么东西。这个改了之后就可以放在身上呀，或者其他地方都是可以的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袋子的画法也是非常简单，我们直接用这个中空笔。啊，我这里再展示一下，
我们先画一个它的这个商品的那个标签，然后画袋子。袋子的话，我们就先画它的边缘。好，这个的话，外边可以我们这个粗粗细细，稍微有一丢丢的变化。好，画完之后，我们把左上角给它涂一下，涂一个三角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用那个正三角一个倒三角，感觉还不够的话，我们再在边上填一下。这里还有一根是那个包装袋的转折的那个地方，这种圆的话，我们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来就好。然后后面我们可以给它上一点点，这个我们可以用别的笔，给它上一点点我们的那个底部的，就是后面的这个小塑料袋的颜色。然后再在这个标签，我们给它改个别的颜色，然后给它随便写点什么，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小贴纸啊，或者说一个小标签，它这个也是很好画的。好，我把这里擦掉。身上的话，我觉得还是都挺好看的。就耳朵的话，我们其实也可以画一些比较可爱的小物，比如说耳朵，我们可以画一个咖啡杯。我们吃那个面包的时候，可以来一点小咖啡。啊，我们可以画这样的一个俯视的一个视角，而且它正好是对应上了我们那个小鸭的对联的颜色。好，我们这里可以就是给它画一个水滴，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小鸭子在这里也是可以的。小鸭子在这里，它可以扒着它，这样也是让它稍微的动一下。好，然后一般另一边的话，我是直接在那个耳朵边上画一个蝴蝶结，画一个蝴蝶结耳坠啊。一般来说，我会这样画。每次看到这个画布开小了，其实我也是画完了才发现我的画布也小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误触测回了，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双子测回关掉了。这里还有个面包，面包的话一般可以给它加那个什么小奶油，然后我们再看边上这个黄色有什么？黄色的话，我们有那个柠檬。黄色的话有柠檬，然后这里的绿色我们吸过来，给它加这个叶子装饰一下。然后面包的话，我们下边可以画那个小桌布。感觉不够的话，就感觉细节还不够，我们可以加2层啊，2层这个小桌布。
这样的话它的一个细节会稍微的多一些啊，可以有一个小黄鸭的叉叉。我这里画的不是很明显，意会一下吧。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啊，就是可以把这些东西装饰一下啊。当然，我觉得已经很可爱了，就是顺着讲一下。那这位宝宝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们就下一个啦。好像不在，那我们就下一位宝宝。这位宝宝是我们先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头顶比较的高啊，看到了，好的好的。这首先是头顶比较高，一般头顶比较高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边上的东西给它液化出去。我把这个画布关小一点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感觉头比较的这个头顶有点太高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可以直接把这些边上的鬓发给它掖出去的，掖到这里。啊，但是我掖了之后发现有个问题哈，有一个问题是这样掖的话头就太大了，所以我还是把这个头顶先给它弄下来。好，这里是把头给往下了一些，然后把两边稍微的往外扩了一点，然后弄了一个这种比较圆的小脸蛋。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哪节课的时候说的，就是头发最好是我们的头最好是上边圆，然后下边有一点点凸出来，这个头发稍微有一点点凸出来，然后这里是你的头，这样的一个头包脸啊，头发包脸，这里是你的脸。这样的话一般不会出太大的问题。可以看到最开始这个稍微给它掖边上一些的话也会好很多。然后是头发，头发的话最开始这里我没有看懂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头发嘛，但是也没有接它的一个发丝。我是把这里给擦掉了，因为边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暗示到它的一个东西，没有看出来是什么，所以擦掉了。然后是头发，这个也是我没有看出来是不是双马尾哈，应该是双马尾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边，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不是那个啤酒烧烤的白葱那种，就是一边高一边低的话，我们最好还是画一样的，是吧？最好还是画一样的。可以看到这边是特别的往外的，然后这边又有点特别的往下，我们可以给它两边都凸起来。好，当然画双马尾的话，我们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是这里是它的一个扎起来的点，然后我们稍微的凸一点点，然后再弯着往下，这样是比较的好看。然后头发也是可以让这个发片稍微的穿插一下。
好，看一下别的地方，这个腿，看一下腿的话，我个人感觉小腿是不是有一点点细，和这个上边比起来，就在小腿看起来有点细的情况下的话，这个阴影就不用再打那么多了。然后这个凸起我们可以往下一点点，以及今天应该是9点下课，我记得我的合同上好像至少要播1个半小时一节课，所以就尽量多讲一点吧。如果就是有歧视的宝宝，可以告诉我，就讲快一点，然后后面再讲一些补充的。好，可以看到我把弯的这个地方给它稍微的外面来了一点点，然后是这个凸起给它往下。鞋的话，这只鞋看起来也有一丢丢小。好，我们脚的话，还是和上边搭配一下。好，看一下这样会不会好一丢丢。好，稍微调大了一点点。以及为什么这样调呢？就是这个脚踝，我们顺着这个下来，可能脚踝都是这个脚后跟儿这么粗了，我们还是稍微给它大一点。其他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颜色也很美丽，颜色非常美丽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衣服和小物之类的。衣服我们可以把这个缝线给画一下，让它多一丢丢细节。然后扣子我们可以按照现实的那个来。好，这样画大一点的话，你的这里东西会多一点。好，再往下看，这里好像是一个小明信片。明信片的话，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？这里是一幅画。哎，前面课有这样画过吗？这里是一幅画，也相当于是一个什么明信片那种吧。然后它会在这里贴一束画。好，我们大概可以给它做成这样的，然后往下，哎，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包包。好，再康康，觉得都挺可爱的。然后衣服的话，看一下可以做什么装饰。
我自己做装饰的话，一般就是给它加那个荷叶边嘛。如果就是你的版型不适合加的话，我一般是给它画一丢丢小装饰上去，比如说，看一下，这里可以画那个有一些小动物在这里一互动，我们就无痛的得到了一些小细节。哦，这里的肩膀要收回去一点。好，OK。可以看到，我们直接在这里画那个小动物在互动的话，啊，根本就不用动脑子，我们这里细节就来了。我们可以画一个小鸭子被啊，就差点掉下来了。但小鸭子应该可以飞吧？然后再考虑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别的颜色，因为其他地方颜色都挺丰富的。我们比如说，加个那个粉色的蝴蝶结，然后这里可能有一些其他彩色的一个小气泡，这样的话这里的一个装饰也是有了啊。然后啊，如果这个设定允许的话，给它这里也可以加一个蝴蝶结，也是一个无脑小装饰。啊，然后脖子，如果觉得空的话，可以加那个，啊，也可以直接加蝴蝶结，直接加蝴蝶结有点那个是吧？我们可以加一个斜着的，可以加一个斜着，看起来也是挺可爱。再看一下其他的地方，好像没有什么很那个的啊。这个路牌也是可以给它加一些那个小东西。一般来说，路牌的话，它边上会有那个草丛，一般会有一个草丛，我们可以画一个树藤缠着它。总之就是让它的颜色看起来多一点。然后有一点点纹路。其他的感觉都挺好的，都挺可爱的。也不是说其他感觉都挺可爱吧，就感觉宝宝画的很可爱的。好，那这位宝宝还有其他的一个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下一个啦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一位啦。然后是这个宝宝，存图的时候好像看到说没时间画了，感觉年底都好忙啊。这个应该是原色，好可爱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头，头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。好，复制一下。我们也是给它稍微的往宽一点点啦。然后这个螳螂窝有一丢丢，看起来有一点点歪，我们给它
弄到鼻子这边的位置吧。啊，毕竟我们的脸不是这种歪的。好，然后螳螂窝的这个顶连接我们发旋的那个地方，给它连过去。好，我们螳螂窝的那个小三角，主要它是靠这个发旋来定位的。我们往外画的太多的话，看了往外画的太多的话，感觉这个不知这个头发我们可能不知道从哪儿长出来的，或者说我们这里再画一根呢，再画一根让它这种弯的过来，好像也是可以的。它一般来说是直接连在发旋上。哦，这个彩虹的也很可爱，彩虹小发卡。然后脸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是有一点点歪，啊，以及我们右撇子不是看这些可能会有一点歪，看不出来吧？教大家一个好像也有用的方法，就是我们闭上自己的右眼，只用左眼去看，你会发现有一些看不出来，有一点点歪的地方也看出来了，也可以看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就这样用左眼来看一下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手动去那个水平翻转了。这里看一下，我直接用最开始的这个。好，感觉螳螂窝还是有一丢丢歪哈，我们等一下再弄。我们朝下看一下。其实感觉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感觉和之前的人就那个人体比例进步还是蛮大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整体是没太大问题的。啊，这个手应该是遮住了。哦，这里这个是标签还是小手指？看一下手。这的话还是和另一只手，就是看起来要差不多粗。这个手指不会画，其实我也不会画。想了下，我一般在这里画的话，我先不看另一个地方吧，看一下手是怎么过来的先。好，这里大拇指还可以露出来。小手指可以翘一下。
好看吗？我哭死，我哭死！夸夸队来了，还是问题蛮大的。画这个还是感觉问题蛮大的，天热。倒是可以去找一点那个参考，找参考应该会就思路清晰一些。这里一般来说的话，我平时会怎么画呢？啊，一般来说，在这个地方可以直接画一个小手指。啊，这个是最好画的，感觉太长了，就给它收回去一点，就只画这么几根手指。啊，这里是2根哈，这里是2根，露一点点大拇指，这是最好画的。我们看一下其他的地方。哦，这个包包袋子也是有那个之前的一个小问题。然后颜色的话，这个有点太深了，有点太深了。好，这些我就随便先弄一下。啊，我直接随便选一个颜色，画一下这个大概的位置。然后这个包包的话，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后边给画出来，就它现在有一点看不到底在哪儿，就它的一个末端可能连到这个地方的是没有画出来。这里是给它接上。啊，这里我们可以顺着过来，直接画成那种，就长这个样子的包包啊，一个有点像腰包的那种。好的，这个手还是稍微的画出来吧。啊，当然只是说这个姿势比较好画了，我自己画的还是有一点问题。我们这里直接给它画成那种，斜挎的那种形式的包包。然后一般这个上边有一个可以控制包带有多长的。然后让这个鸭子去当一个挂件的话，会不会就好改一些？
就说如果是一个稿件修改的话，当然按这个本身的思路，我们当然还是把这个扭一下屁股，好让它接一下后边的包包带子。这些擦一下。好，这样的话也是连上了。其他的话，褶皱也是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些问题。这个纹路是有一点那种毛衣感觉的嘛。毛衣的话，我一般就画一些竖条，然后画Y字，然后再给它画一些竖下来，还有可以画那个扭扭的，就毛衣里边一般会有的那种东西。然后这脚看起来也有一点像那个毛衣的纹路，我就先假设是这种吧。这个的话有一点那种扭扭的毛线的那个边。阴影我就直接画一块啊，我就直接画一块，不去那个。褶皱是随便画一下的，学不明白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多观察，可以多观察。原理的话，我记得有一节课还是有就讲的比较多的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有几节课都有在讲。看一下别的一些地方，大概就是一些形的这个问题没有抓好。好，首先我们鞋子先画一个腿，然后下边我们的脚后跟儿，然后往前，它的鞋头是有一丢丢这个六边形啊，当然我是算了这个地方是六边形哈。然后我们给它改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直接液化过去。但是感觉应该是来不及了，所以画这样。我来不及的时候，很多很多线条是随便那个一下子。好，鞋底的话，我们肯定还是不要那个粗细太远了啊，粗细太不一样了，我们还是不要。鞋跟的话，我们是画在这里的一个位置，我们算一下大概有多少哈，可能有个1/4吧，可能有个1/4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去画前面的这一块。
我记得宝宝是不是那个留言说第一次画的那个，觉得也真特别特别厉害了。啊，不是第一次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就整体风格还是很统一的，已经能预想到以后成长的样子了。好，这个脚后跟的位置还是留一丢丢出来，可以看到这里的脚后跟可以留一点出来。啊，确实很厉害，确实很厉害。然后这些我用红线来标吧。我们这个脚它是朝这边斜的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挡板也是稍微的往右边走一点。啊，这里是往这边的，我们往左边走一点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我们把这一块给露出来，它是不是看起来这个挡板是比较的靠上的呢？比较的靠上。可以看到最开始的这个的话，它是有一点点贴着脚踝的感觉，在脚踝的里边的那个位置。这个讲完的话，我等一下去一下厨房哈。稍等几分钟，这个讲完，等一下啊。可以看到我凸起的地方一般是有一个支撑点的地方啊，或者说挤压的地方，然后顺着这些地方再连一种断断续续的线。然后具体的一些的话，我们前面一些课讲的还是蛮详细的，可以看一下前边的。这里我就红线勾一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小物吧，看一下小物。首先往上看是一个啊，这个小花花有点像那种小蝴蝶耶，头顶的那个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好可爱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有带子的小蝴蝶结啊，这个彩虹也很可爱呀，就不是那种最传统的红橙黄嘛，它是从粉色的黄色也很好看。这边我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一个云。我觉得就是都想了蛮多的。然后这种长耳的话，就是第一节说的可以画那个后耳嘛，然后它也是可以画一些那个耳坠。耳坠的话，我们就一个是直接一个点啊，就一个小耳钉，然后下边一条线，然后下面可以加你的所有能想到的东西。这我看一下上面有一些什么。
一般就是一个加你想到的东西的一个坠子啊，然后那种蝴蝶结嘛，蝴蝶结它大概的结构是前面一个塞子，前面一个小耳钉，然后后面一个蝴蝶结塞子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。然后霍尔第一节课好像有讲过了，这个可以给它放上去。然后包包带子，这个应该是没时间画了吧？等下宝宝能想到很多很可爱的小东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元素有一个粉彩虹哦，这个就是最开始那个粉云的变体是吧？有云，有这个小花，可以有一个小花，然后天气可以有一个流星雨。哦，说到小花的话，也可以就是用那个面包和小花一样的荷包蛋。然后衣服上面没什么东西的话，最简单的一个是画这种小花边，然后或者像我们这节课一样画条纹，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蓝色的，看起来很学生。好，然后这边裙边也是少一点东西，可以直接给它，随便弄一个东西。以及昨天是看到了一个新的小想法，后面整理了给大家讲一下。好，这里可以把这个蝴蝶结变化一下，让它看起来像一个水的一个蝴蝶结，然后有一些小鸭在和它互动。当然，它不是很适合这里，我们给它换一个地方吧。这个可以放耳朵上，哎，有点小，可能要画大一点。其他感觉还是挺完整的这位宝宝还有别的一些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要稍微出去一会儿。好的，最后一位宝宝其实问题不大哈，我看一下，好像就没什么特别那个的，特别大的问题。我目前好像只调整了这个脸的一个倾斜度，可以看到。然后是这个腿可能相比这只要还是稍微细一点，因为这里有一个挤压，它可能看起来要大一些。然后我去一下厨房，一会儿回来。
来了，回来了。可以看到，看没有什么问题哈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还有这个好像少了一个手指，应该可能挡住了或者忘记了。啊，这个好可爱啊，有一点那种像素的感觉啊，这个好妖娆，好妖娆。每次看到好看的宝宝画的好看的，就感觉哇，有一点像我在挑刺，但感觉不讲的话，会不会就是对不起作业课的这个就是正式课的这个价格？看一下。感觉很完美啊，感觉很完美啊。那我们就根据这些元素，就看能不能再想一点小物出来吧。其他我感觉确实就是挺好看的。可能说有一些，比如说我自己画的时候可能会就放2根这个亮面的出来连着这个，但是这种画风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就很好看诶，觉得现在就很好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有什么啊？这个有一点像一个泡泡机诶，有一点像一个泡泡机。首先有个鸭，有一个粉蓝，有糖果，有照片。首先，这个有泡泡的话，我们是可以搞一个泡泡机啊，这个可能就是泡泡机啊，可能就是泡泡机。是泡泡机的话，我们可以在那个它的那个嘴的前面，到时候画一些小泡泡，好，让它看起来就是能连上边上的东西。看一下这个可以弄出些什么吧。一个是糖，糖的话最简单的就是糖里面有一个鸭鸭，这是最简单。然后关于糖，我也是写了那个无脑无脑小物，因为当时有一个单主他想要糖和骨头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只能想到这种形式的，然后终于写出了一个无脑小无脑小装饰大全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当时也是说了，糖边上是有一个小礼盒，我们可能可以画一个小礼盒。比如这张的一个这个叫行李箱，它就是有一点像礼盒的形状。啊，这可以从糖这里得出来。糖盒子好像也是可以，这种方的好像也可以给它做成行李箱吧。给它画在边上好像合理一点。
啊，这里还有小卷轴哎，好可爱。然后如果有拍立得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把相片，比如说我们先画一个小相机吧，我们先假装它是一个拍立得啊，我们就假设它是从下边出那个拍立得的照片，我们可以出很多很多的照片，这样也是一个比较长条的一个装饰。啊，泡泡就泡泡机嘛。泡泡机的话，我们知道它有泡泡水，所以我们可以给它画成可以给它画成一个透明的啊。当然，我觉得这位宝宝的那个形式比较好看诶。透明的话，主要就是它的里边可以画一些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黄色的什么柠檬片啊，什么一些小花啊。当然，这个泡泡我们也可以看作肥皂泡了，可以看作肥皂泡。肥皂泡的话，它可以有一点那个，有一点洗澡的元素，有点浴室的元素。比如说一个香皂盒，或者说一个那个浴球啊，可以有一个浴球，或者说鸭子的一个海绵球，好像也是有的。鸭子的一个海绵球，这个的话，这可以挂给他，可以挂给他啊。当然，这个我们主要好像还是旅行哈，就不想那么远了。只是这个啊，它和云有点像，和云有点像。这有一点预示感。其他的还有一点像那个泡泡浴的感觉，有没有觉得有泡泡、有泡沫、有小黄鸭，很有泡泡浴的感觉？可以从这个方向给它就加那个其他的细节啊。当然这个已经就是挺好看，就挺好看。只是说大家如果以后用到了这些元素，可以用，感觉它没啥问题啊。哦，这种飘带还是可以给它改一下。头发的话，我觉得就当做一个画风挺好的，飘带可以就是稍微还是接一下。飘带这样的话看起来，就是比较好扭。这样的话，它看起来比较像一个袋子。就直接这样画的话，它看起来不是特别像一个袋子。头发的话就还好，因为头发我们可能呃把它紧起来，它这样把它散开，啊，它又是这样的。所以我感觉头发这样还好，这个就看自己画风的取舍了。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啦。那么宝宝们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等一下可能9点的时候结束直播。好的。
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下节课的一些元素参考，然后我等一下9点的时候下课，看一下屏幕共享，切个屏。哦，先把我看的东西关一下。哦，没开那个。下节课是一个繁花药剂魔女，还有使魔啊，还要画药剂。哎，说什么来什么？收藏。这个给它画成一个包包，岂不美哉？这个也可以画成包包。花束也有花束包啊，也有花束包。这东西我们给它做一个包包，然后里边还可以有一个使魔。或者说有一个这样子的装饰，可以做那个耳坠，或者说放在身上也是可以的。哦，这种伞也是很经典。哎，花面包，天热，其实这次是可以画的。这种奶茶杯也可以画，这种奶茶杯也很可爱。一般就是这里有个杯套，然后上面画你的小图案，然后画包包袋子，包包袋子给它留一下。哎，这种当包包也很可爱，奶茶杯里面种花。画这是什么？红绿灯，好可爱。哦，这个好可爱。魔女啊，魔女下节课画点啥呢？我其实不太想画药剂。当时凑了4个元素。哇，这种全是别人的画，我们还是少看。等一下，别人给我举办了。首先魔女有一个帽子，有个大帽子，还有使魔。可以看到这个的话，它就比较适合一个黑猫啊。使魔我们就想好了是什么一个风格，再去想是就画什么吧。然后有花草，繁花魔女嘛，药剂可以想一下它的功效，想一下功效是什么。比如说，它可能是一个造梦师，就喝了这个药的话，可以做出想要的梦，或者说就制药啊，治病啊，或者那个喝了之后可以变成什么福瑞啊。可以想一下功效是什么，什么爱情魔药也是可能的。花草的话，可以找一下花语来选择。然后我们从这个花语，它的一个抽象的东西，我们可以，比如说
有一些花它是什么那个纯洁啊，我们可以往纯洁那方面来。有一些花它是那个坚强，也是有这种相关的衣服版型。比如说坚强可能是一个比较偏中性的嘛，史模就到时候再想吧。然后大帽子，大帽子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帽子想成一个别的东西，比如这个它是有一点像一个蘑菇的啊，我们这里可以画一个高塔，可以画一个高塔，然后画一些窗户，这里的话就可以有栅栏和那个草丛，有草丛的话可以画小羊，可以画小羊。好大帽子，把帽子想成其他的东西来做异形帽子。史模，最后根据想到的东西来决定，比如，睡觉可能有个睡衣呢，绵羊、女巫、黑猫。好，目前我的一个思路就是这样的，可以看一下这些帽子上边的装饰是放在哪儿的。我们不能就全部参考别人的，但是可以看它的装饰是怎么放的。比如说它的帽檐，帽檐有那个小坠子，我们可以记下来。小装饰，帽檐，小坠子，花边，小坠子，末端有小东西。它这个末端也有东西，然后中间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，就先不写了。哦，可以有那个有薄纱，哦，这个也好好看啊！我的天，他们怎么想出来的？可以，这个有一点像那个魔女宅急便哎，小和风魔女，吸血鬼魔女。哦，这个好好看。海底魔女，海底的话，我们种的是一些水生的花耶。我们就这样看到什么选什么，我一般就是这样。比如刚才看到了海底的，就可能就会想画一个海底魔女吧。繁花魔女的话，这种紫藤也是可以的。我们把这个伞想成一个帽子，然后紫藤可能有一个那个古风的那种，古风的那个叫什么，就带帷幕还是啥东西的一个帽子，它有这个纱啊，我们也可以做这种。哦，9点了，9点了，宝宝们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就结束直播啦。
大家辛苦啦，拜拜拜拜。